各位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个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系列啊，你可以发现从第97期到第102期，也就是从我们讲 App 资源库，一直到最近的那一期讲的是换壁纸，102期换壁纸。这连着几期节目，其实它在背后有一个宗旨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大家洗脑。用这么几期的内容，每一期讲一个小的功能，而且看起来呢，这些功能是星罗密布的、星星点点的分布的，各司其职的感觉，并不是讲的同一件事儿。但是呢，他们的背后都是被一条线牵引着，就是为了给你洗脑。洗的是什么？就是你在 iPhone 上面，怎么样用新的一个世代的方式去管理你的 App。这个系列算是讲完了，但是在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一期视频当中，今天我们讲任务管理器，在这期承上启下的当中呢，我希望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绝对不是说我在跟各位讲说我说的这种新的管理 App 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其他的那些各种方式都是不正确，这个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啊。这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 Apple 产品的20多年的用户，在长期使用下来，对 Apple 的这些新功能的一个个人的理解啊。我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去聊，去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看待这些新功能的啊，仅此而已，绝对不是说我认为非得像我这么做才是对啊。因为但凡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把握一个度啊。我在讲的时候，我必须是富有情感的有逻辑、有条理的像一个洗脑的样子啊。但是咱们脑已经洗完了啊，这第一步的脑已经洗完了，最起码接下来洗第二步。第一部分的脑已经洗完了，所以咱们必须再回过头来回味一下啊，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一定对啊，就是你哪怕采访我说你是不是你觉得你讲这个用法一定对啊，我绝对回答不是的啊，正确的答案是每一个用户都有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自己花钱买的手机的权利，并且我也真心的认为把 iPhone 用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才是这个作为一款产品真正吸引人有魅力的地方啊！如果一款产品它只有一种使用方式的话，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讲，在手机领域，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啊，但是便于大家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叫智能手机了，那你回到原来的功能手机的时代，那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只有一种使用方式，每个人使用这个手机都是这么一个使用的功能。那你觉得这个时代比较美好呢，还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代比较美好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今天我们言归正传，到今天的第二部分洗脑的内容啊，就是任务管理器。其实任务管理器这个话题呢，您如果能够真的追着我的频道看到后期，我一定会讲的是 Mac。因为在我内心当中，其实最有情感附着的产品是 Mac， 而不是 iPhone。因为我很多期节目也提到了，我是20多年的 Apple 产品的用户了。在我刚刚接触 Apple 产品的时候，其实就是 Mac 这最初的那几年都是 Mac 电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 iPhone 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算说 iPhone 怎么样的风靡全球，怎么样的好，是不是好？确实好，甚至我可以承认它。理性的承认它的好超过电脑，超过 Mac， 但是从感性上，我可能永远不会把 Mac 放手。所以Mac 的话题是一定会有的，而且 Mac 的话题应该也一定会超过100期，应该比 iPhone 要庞大的多。这毕竟它的复杂程度不一样，可聊的东西太多了。那这个。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讲 Mac 上的任务管理器，我可以讲得更深入一点吧。敬请期待一下啊。但是在手机里面呢，我们就本着应用的层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任务管理器它是个啥，任务管理器该怎么用啊？那还有呢，就是
没了啊，就分享这两个吧哈。首先说任务管理器是个啥啊？那你看这个就用到我的新的视角了啊。这个不是后期剪辑啊，这是用直播的方式现场跟大家切镜头，来切到我的这个演示画面啊。什么叫任务管理器？我这个 iPhone 14啊是一个全面屏的手机。那任何全面屏的手机，如果你想进入到这个任务管理器，那怎么做呢？就是从下往上滑，滑到一半，保持一会儿，再松手。这个界面，这就是任务管理器啊，熟悉吧？啊，那即便你在某一款 App 当中，上面有这个条的啊，你也可以往上滑，保持一会儿，保持大概1秒钟就够了，然后松手。哎，这个就是任务管理器。那有人会说，你这个不就是退后台嘛？啊，或者这个职业一点的讲法叫杀后台。我知道安卓有一个叫法叫杀后台啊。那这个因为我不用安卓，我还是比较习惯把它叫退后台，那是一个意思嘛。那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的手机呢是多任务的，也就是说它同一个时间段啊，虽然你人只能用一个 app， 但其实对于手机来讲呢，它可以同时运行很多个 app 啊，你就人用这个，它后台还帮你干那个。那举个例子，你人在看新闻、看网页、在读书，它后台在帮你放音乐。那这个放音乐的这个音乐播放 app， 它就是后台。那你可想而知，这种后台的 app， 它也是要占用你的系统资源的。那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退后台或者杀后台当成了一个就是获取更多的系统资源的一种方式啊。这么说有点太就是专业化了。我们用老百姓的普通的话来讲一遍，就是说我的手机越用越慢了怎么办呢？就是退一台后台，它就会变快了。我手机用的出错了怎么办？我退后台，它就会不出错了。这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对于所有的基于这个这个名词，哎呀，我一下卡住了就是基于这个现代计算机的发明人是谁来着？图灵不对，是费就是不好意思啊，一下卡住了。那就是但凡是这种传统的计算机吧，啊，就是电子产品有 CPU 有内存有硬盘，这玩意儿是以这个为系统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就一定会有这个后台占用系统资源的这么一种说法啊，是一定有的。所以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有绝对的道理的。而事实上，如果你使用的是除了 Apple 以外的其他品牌的手机或者电脑，那么大概率上这条原则是适用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安卓手机啊，我再给大家切换到我的演示画面啊，你看 iPhone 你进入到任务管理器，我为什么把它一直到任务管理器？很多人就直接把它叫做后台啊，但是在其他手机上是准确的，在 iPhone 上这玩意儿不叫后台。虽然它也是，但它更大的作用是帮你管理这些任务的，所以它叫任务管理器。那很多安卓手机在这个界面的下方，大概在这个位置吧，它有一个扫把的按钮，就是点一下，所有的后台啪全都清掉啊，你就不用这么一个一个的这样退。你看 iPhone 必须这么一个一个的退，对吧？但安卓有个好的功能，就是点一个扫把，啪一下全退掉。大家对不起 ，iPhone 没这个功能，为什么？所以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这个产品它为什么设计这个功能的人啊。你看 Apple 这么大一个公司，如果真的退后台那么的有用那么好的话，它为啥就不设计这么一个扫把呢？那从这个小的一个切入点，我们深入进去，你可以自己去网络搜索一下，查一下资料，对吧？但是你懒得搜索，听我直接讲也可以啊。你如果相信我的话，起码我是相信自己的，我是这么用的啊。用 Apple 的产品是不用杀后台、不用退后台的，是先把结论告诉各位，可能会颠覆大部分人的认知啊，但是这是事实。为什么？我先讲一下原理。后台会占用系统资源是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的电子产品你要退后台的原因。那为什么 Apple 的产品你基本上不用退后台呢？包括 Mac、iPad、iPhone 都不太用去退后台。
是不是它的后台不占用系统资源呢？你能想到这儿，你就蛮牛的了啊，就蛮牛的了。哎，如果你问 iPhone 的后台是不是就不占用系统资源呢？如果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好回答了。正确的答案是也是也不是。但如果你问我一个安卓手机，它的后台是不是占用系统资源呢？我应该不太有太多时间去思考，我应该就直接说是。但你如果问 iPhone 呢，就是也是也不是。我可能更多的想回答不是。那我先回答是的部分，什么时候是？就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如果你一边在阅读一边在听音乐的话，这个音乐播放软件它是确实，即便在 iPhone 上，它也是占用系统资源的，但它占用的极其小，非常的少啊。那什么情况下不是呢？就是除了播放音乐呀、倒计时啊这些，它必须要让人类有感知的存在的这种后台，除了这种后台以外的其他的后台，实际上你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它不占用系统资源。为什么？这就是Apple 在设计操作系统的时候为用户考量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如果看过我上一期节目的话，我在分享3个用户的评论嘛，三个顾客的评论，这个职业病啊，这个观众啊，3个观众的评论，其中有一个我就是聊到了，就是这位观众就说 Apple 的产品是傻瓜式的，把很多的技术都藏起来了，对吧？这就体现在这里了。你说这个后台占不占用系统资源？占用的。但是它占用系统资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大部分的时候它不是个好事。但是你要让它不占用资源呢，它又失去了它的意义，对吧？那怎么办？就是我刚才那句话，在人类可感知的应用后台上面，我们不得已让它占用资源，比如说倒计时，比如说你外卖到哪儿了，这种灵动岛上的一个进度条，对吧？或者说呢，你是一个这个音乐播放在后台，这种是人类可以感知到的，那这种我们尽量少的让它占用那么一点点后台，没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你前台就是在阅读，你大量的系统资源就是空在那边，你手机还插着个充电器，那这种时候我可以让后台多占用一些资源，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用高科技去体现人文关怀更好一些的话，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是可以更智能一点？在那些人类无法感知的后台，或者说在我用户需要更多的系统资源去完成我当前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的操作系统应该自动的把后台占用的这些资源都给挖出来，让我现在手头上这个工作先去完成，这是不是对的？如果你认同这个是更智能、更科学的话，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iPhone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非常赞同那位观众说 Apple 的设计就是傻瓜式的。就是我也说过，就是我用 iPhone 20多年，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啊。你让我去花个一段时间去排列图标，我真的懒得去排。所以 App 资源库这个东西我太爱了，就是解决我的一个痛点啊。那么，所以讲到这儿，就是这个后台，为什么我们 iPhone 的后台它不叫啥后台，不叫退后台，而叫任务管理器？我为什么放一个这个东西给你？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我管理我的任务的。比如说，我现在在看照片，看完照片之后，我又打开了一个这个地图吧，打开一个闹钟吧，类似于这种啊。那这个时候我又要返回到这个刚才的照片怎么办呢？我可以通过这个任务管理器去看到，哎，我刚才它这个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它是按照你最近的使用频次去排列的。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回到上一个地图、上一个照片和上一个设置啊？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直接想从设置回到照片，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返回主屏幕，在这个上面拿我的肉眼去找照片。我这个演示机还好，就没装什么软件的。但如果我装了10几屏的软件，我不定在哪一页呢，你突然退出让我去找照片，我是不是累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会用 iPhone 的人，你应该学会经常的在这个界面去切换不同的 App。那在这个界面就这样的去切换 App， 而不是用主屏幕图标去切换 App。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我没事就把这些后台噼里啪啦全都退了，我还能有这种方便的从后台切换 App 的功能吗？就没有了。那这个界面它就不能再称之为任务管理器了。你看现在它的名字，它为什么称之为任务管理器？就是我从来都不退后台。那么我是用这个任务管理器这个界面去切换，高效的去切换我不同的任务，我才进入到这个界面来的。而且如果你如果是全面屏的 iPhone 啊，你有一个特别高效的切换任务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我先打开一个无边际啊，我再退回，我再进入一个设置，好吧？那上一个就是无边际，我现在想快速的回到上一个，最快的方式是什么？看我下面这里，这个时候不是退回啊，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知道这样点可以，但是最快的不是这样，而是直接用一个手指把这个返回主屏幕这个条往右拉，那上一个，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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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这是怎么来的？任务管理器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把任务管理器给关了的话，你还能有这么方便的功能吗？也就没了。因为你把后台全退了，你把你所有的任务全都退出了。所以如果为了用户方便，我们应该不关后台，从不关后台，这个对你来说是最方便的。但人们为什么要关后台？因为人们有个固有的认知，会觉得后台多了会影响我的速度，影响我的电池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矛盾就在哪里？不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来帮你好好的管理这些后台吗？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能够帮你高效的管理后台的操作系统，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让后台待在那边了？所以你看我的手机基本上几百个后台在那边，我从来都不退。那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在用 iPhone 的时候就是不要去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还给你设计一个往上滑的那个功能？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地图我想退掉，它为什么还要给我设计这样的一个退后台的这么一个操作呢？不是说不能退后台，是能的，对吧？再好的操作系统和 App 的设计，它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崩溃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停止响应的时候。所以这种往上滑退后台的操作呢，一般来讲你一次退一个就够了。就是当一款 App 它卡死了，点哪儿都没用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把这个 App 的后台退掉，或者这个 App 有点问题，它刷新有点问题，设计上有一些 bug 了，那这个时候把后台退掉，重新打开一下，让它重新读取一遍。那这个时候退后台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也没有必要把其他的后台所有的全都退光啊，这个是没必要的。当然我必须话说回来啊，可能您在去维修的时候，面对一些维修的工程师，甚至你到 Apple Store 去预约一个 Genius 天才的时候，你再跟他去聊这个后台的事情，他会给你提供一种方案，那把后台全退干净，有。但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种判断设备故障的方式，而不是一种长期养成退后台使用习惯的借口。我也觉得一个好的产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 iPhone 上叫任务管理器，不叫杀后台，始终不给你那个小扫把让你点一下全都退掉。它的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在这里。好，那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这期的分享会对大家有点帮助。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